各位股东朋友们，大家好呀！大家点赞资助的这一个游戏空间已经搭好了，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开箱一个大的100平的游戏空间。停，观众朋友们，现在不能直接进来。在进入游戏空间之前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军火库里面挑选你的设备。来，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游戏空间最强设计。这里的好东西可就多了。假如你是严肃竞技玩家的话，这里也有屋挺，拿进去就可以直接开一把。这里还有凹剧的夜魔，甚至这里还有一个 Extreme 的透明版。它整体的做工还有质感都是按照客制化的级别来做的。这个透明版真的是帅到没边了。当然啦，它的价格也比较客制化。比如说这一把，它这个声音也特别好听，非常经典的麻将音，好吧。旁边这一把也非常特别，它的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手表的那个陀飞轮，在侧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螺丝，你去拧一下就相当于是给它上发条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齿轮开始转，太雅了。最上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键盘，你看它这么薄，但它其实是一个磁轴，它是 Nufi 的一个便携磁轴，你可以在出门的时候带它出去用。其实当时设计这个游戏空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有一个空间能够真实的去测试这些设备。像上一次项目里面用到的那些鼠标，只占这里的1/3的样子吧，还有好多都没有摆出来的。这里摆的就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比如说 ROG 的这一个碳纤维的鼠标，之前Tony大叔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用脚直接踩在这个鼠标上面。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伊布鼠标 ，EVA 限定的鼠标，底下这里还有2个 Ponage 的鼠标，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它的这个传感器，底下有刻度，你可以微调它的这个传感器的位置，这样子你去滑这个鼠标的时候，它的手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旁边这个万灵也非常可爱，它的颜色特别的好看，然后它的传感器是一个带屏幕的小猫咪。这里还有一个模块化鼠标，你可以自己去 DIY 你左右手的这个放的位置，还有它的模具，它这个长度也是可以按你自己的喜好去调节的。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空间到底该怎么玩。那我在这里的话有一个鼠标垫区，之前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讲我们该怎么挑选自己适合的鼠标垫。在这里的话，不同的编织还有不同的面料，你都可以在这里试到。这满墙的呢，这边就是一些黑 box， 然后还有一些手柄供你挑选。像我之前也在这里办了一次街霸的比赛嘛，那选手如果没有带自己的设备来的话，也可以在这里挑选自己的设备。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手柄玩家的话，这里也有不同的手柄给你选择，随便玩随便试。而且这整一个游戏空间最重要的是上班时间也是开放的。那假如说你觉得这个空间视野太开阔了，被人看到不好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帘子给拉上。这样子就可以隔绝所有的视线啦，可以上来摸鱼了。那我们现在选好了设备，直接上机。之前我跟朋友一起去线下电竞酒店5黑，那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平时天天在线上玩，结果在线下玩的时候还可以互相碰拳。于是我就想在工作室里面也整一块这样子的区域，就算有别的 UP 主朋友过来，也可以直接在这里上机就玩。整个空间为了不显得那么沉闷的话呢，我就选了像喷喷里面那种对撞色，挑了一个黄色和紫色的对撞。空间里面我也放了很多的街机元素，包括我选的这个机箱也是一个街机的元素在里面。而且不只是它外面这个机箱，它包括里面的风扇，还有这些显卡啊，都是一样白橙配色，同一个风格的，就特别的可爱。然后外面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七彩虹的猫猫。当时选择这一套机箱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背景不是黄色的嘛，就白橙配色就不会特别的跳脱。我刚刚讲到这个街机的 AB 键，其实就是开机和重启的一个按钮了，它不只是一个摆设而已。前面这个屏幕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猫猫趴在地上玩游戏的。你别看这里的机枪们都可爱的，但其实我们这里非常的等级森严。假如你是 CS 里面的 S 哥，那么有请我们的1号位。这
是一台5080加610赫兹的顶级天屏。在你的世界里面，显示和色彩都不重要，极致的低延迟和无拖影才是绝对的实力。最夸张的是，这一块显示器的背后有 CS 顶级战队小蜜蜂全队亲签 ，Apex 载物用这一台显示器打，请神了属于是。大雁的节奏吗？哇，再不就是一箭双雕，高弗雷姆打两个里面，一个爆头为右边，一个撞子弹想跟队友一起拉出去。锁定了，自己抬上战神了。A 加 B 加的话呢，这边还有2台5070。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 C 加的下盘选手的话，那开黑的时候就只能用5060啦。像这里的显示器都是2K 500赫兹 OLED HDR True Black 500，平时用这个显示器打3A、打街霸什么的也非常够用了。现在这 OLED 用的都是 HDR True Black 的标准，比起 HDR 500，它对黑阶的这个要求高了2000倍，对比度方面也高了很多。如果跟隔壁天屏比的话，那差距实在是太明显了。家人们，我现在要去 B 点下包了。有谁记得这个密码是多少了吗？很急，在线等。整个空间最爽的地方肯定就是这一个电视区了，这里还专门做了一个地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拖着鞋子走到这上面来。这里有一张沙发，这地台上面我做了一个非常厚的地毯，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说，大家可以在沙发上面斜一排，然后地上再斜一排。像这个地方平时累了的时候，我会走到这里来，然后晚安，马卡巴卡。这一台电视呢，我就选了索尼的98寸 Mini LED 电视，这也是索尼目前最大的量产电视。这一台大电视放在这里真的是太爽了。索尼电视嘛，就要在这里玩 Switch。最近我们经常会在这里玩土豆兄弟和大乱斗，改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光焰，好吧？简直赖到没边。现在如果说有什么新的 PS5上面的游戏，我也会在这里打，或者是在这里录素材。而用索尼电视玩游戏还有一个好处，其他家的电视可能在色彩的调教上面更加的惊艳，但是索尼的电视会更加的准一些。那些游戏啊、电影什么的，花大量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呈现上。那如果说最后到我们这边回放的时候不讲究的话，那么有些画面就会有明显的问题了。然后索尼电视最离谱的是，因为他们家是有电影工业相关产品的，所以说他们家从最便宜的电视到最顶级的电视都是用的几十万监视器同一套的色彩逻辑，所以索尼家的电影模式是真电影模式，而且这里还配了一个索尼自家的回音壁，它自己就能知道现在的环境，自动去优化它的声音，给你们第一人称看一看这一套加起来的感觉有多爽吧。接下来的这里呢，就是我最珍贵的黑胶藏品啦。上一次做黑胶的视频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之前这一个柜子还填不满呢，现在我这个黑胶已经多到溢出来了，我还整了多几个来装我的黑胶们。这里有一张特别帅的，也是最近才刚到的，是巫师的一个限定版，里面有2张黑胶，还有一张这个超级帅，它这个血是可以流动的哦，你看这边已经在流下来了，而且它真的是一张胶，是可以放在唱片机上面播放的。唯一有点可惜的是，这一张胶在运输的过程中产生了静电摩擦，然后上面有非常多的划痕。这个真的太符合游戏里面血与酒的那种感觉了，太帅了。再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的几张胶，一个是这一张街霸的，这个胶真的太有力气了。它送了一个非常帅的带动画的一个唱片店，然后这里面的这个画册也特别的好看。还有这个也是前2天才刚到的33号远征队的，放了一下，真的太好听了。这里面的每一首歌我都特别喜欢，而且它还是个彩胶。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随便掏一张出来，噔噔，这一张是一个蓝黑渐变的，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颜色，每一张都不太一样。本来它还有个计时的手办呢，但是它那个给退单了，就是买不到，唉，太可惜了。不然的话，我还要收藏一整套的。这里还有我很喜欢的《死亡搁浅2》的一个唱片，《死亡搁浅1》的，这个应该早就给大家展示过了。还
还有这一张地狱前兵的胶，有一说一，这张胶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真的很喜欢，好吧？整了那么多的黑胶唱片之后，我又给自己整了一台新的黑胶机，然后在这里放了2个音箱。但我跟你们讲个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在做这个层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当时想要在这里放个音箱，结果就是这个音箱正好高了那么1厘米。坏消息，音箱放不进这里了。但好消息是我这个音箱它是一个同轴音箱，意思就是说它的高中低频都是从同一个位置发出来的，所以说它躺下来也没有问题，这算是曲线救国了。然后你们知道吗？我在这里还办了一场街霸的比赛嘛，之前那边在打比赛，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主舞台了，但那氛围真的超级好。之后我也会在这里办更多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动态，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呀！哦，差点忘了，这边还有2个自闭位来着。他们当时说想要一个像餐厅里面或者是咖啡厅里面那种自闭的位置，然后就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位置，帘子一拉就可以在里面办公了。哎，那小伙伴可能就会疑惑了，但是这里办公不晒吗？但其实这个自闭位下午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自动窗帘给降下来的，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百叶窗，然后就可以让这里不会那么晒了。事实上，就算不拉这个帘子，在这里办公的感觉也非常好，尤其是日落的时候，这里可以看到夕阳。我跟你们讲，这里都快成了我们工作室小伙伴的打卡位了，每天一到太阳下山的时间，就哭的跑过来这边拍照，然后拍完再滚回去。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其他的设备，像这边默认的外设都是一套猎魂光珠 V3，然后独魁 V3 Pro， 还有黑鲨 V3。哎，这一套很夸张的是，居然是一个龙驹限定，我都很难想象怎么一个外设不是跟一个游戏，而是跟游戏里面的某一款皮肤做联动。雷蛇在硬件性能这一块基本上是顶满的，他们家的键盘更是重量级啊，依然用的是自家的模拟光轴。模拟光轴它虽然成本更高，但是不会像磁轴一样受到磁场或者是温度的影响，物理上面应该是更加稳定的。我一直都蛮喜欢雷蛇家的产品的。前几天我还收到一个这个册子，是一本20周年纪念的画册，里面收录了之前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产品。他们不只做过键盘、鼠标还有耳机这些，他们居然之前还做过声卡，你敢信？还有这个椅子我也挑了很久，因为要搭配整个空间的配色，以及我们经常在这里一玩就是玩3-4个小时，还得是选一张人体工学椅。没想到奥风现在也出了这款椅子，就像是把奥风以前的设计和人体工学椅融合了一下。那这一把椅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它这个腰靠的位置，像我这样靠下去的话，这个腰托就会完全自适应。之前晚上在这里跟小伙伴们一起爬塔，爬累的时候就搁这一躺，爽到。前段时间瑞哥还说想来我这里做牛排 ，B 站牛排区 UP 主，但是呢那一天来了40多个人，在我们这个小空间里面做的话，那不得烟雾缭绕啊。于是我们就盘下了楼下一家已经倒闭的 Manner， 那一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啊。还有这一次的 A 肉场景也跟着一起重做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大家看久了同一个场景的话肯定会腻嘛，所以说我就打算一段时间会更新一下这个场景。之前的话主要还是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做一些小的更新，但这一次的话是完全推翻重做了。这一个场景呢也是我自己设计，然后让我们小伙伴落地的。可能你现在看这个场景觉得还是很平，但其实我平时拍摄的时候是不开这个主灯的，那关了灯的效果是这样的。怎么样，好看吧？多了一个新场地之后呢，我们这边又多了一些场景可以利用了。然后现在这些景还没有完全的搭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尝试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喜欢的这一张桌子，这真的是一个大家伙，好吧？最重要的是，它这张桌子是自带2个显示器支架的，它可以这样子非常轻松的就滑动，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切换你的显示器了。还有个好玩的，我当时私信还收到有个粉丝说在帮我们工作室做消防的外包，笑死，这世界有点小啊！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场地实际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游戏空间的左边呢，就是我们不是车评频道。现在呢，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些有意思的新车，还会带大家去玩漂移，去看 F1等等。大家很喜欢的鳕鱼的工位也在这边。之前我们是完全一起办公的，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场地了。不是车评，嗨，欢迎。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比较大的特色就是然后放一些东西上去。这个也是装修的一部分吗？这个不能。
其实不是车评这个频道现在目前还没有实现一个收支平衡，我们的租金上面其实不是很贵，但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其实投入的资金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很多。我们拍一个车的动态，就得有另外一台车去跟拍，3个人起步嘛，包括你们车拍还要用到的一些额外的设备，而且就是你外拍的时候那种设备的损耗率啊，非常的高。什么这会儿报一个屏幕啊，那会儿报个镜头啊。其实这个频道现在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系列，像大家都很喜欢的鳕鱼的改车系列，这里面买车、改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吧？还是改车比较花钱，花他的钱。而且我们是真金白银，观众啊给多少投币和赞，我们就真改多少。是的，如果有甲方爸爸能看到这期视频，也多多赞助一下，不是车评这个频道吧？早日实现收支平衡。其实这里面前后装了几个月，中间我们也改了很多版的方案，其中有一版我是真的挺喜欢的。如果我不考虑实用性的话，那简直是太帅了。但这个版本会有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是这个桌子，实际上是订不到这样子真正圆形的桌子的，最后就会变成几张长方形的拼在这里。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游戏空间是希望上班的时间也可以过来玩的，所以说这个空间还不能完全开放。总之，我做这一个空间其实也是想着，希望无论是我们自己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还是有机会来玩的小伙伴们，都能有一个一起玩的地方，可以在这里面举办一些游戏活动啊，或者是比赛啊，也算是给自己喜欢的事业做一点点小贡献，好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Room Tour 啦。如果你们觉得这一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Ti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